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社会工程学攻击，所谓的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，听起来很学术，其实就是一些诈骗伎俩。首先，我声明一下，我从事 IT 工作，但非信息安全专业，所有内容仅供参考。我只在计算机范畴内讨论社会工程学，这个和真正的社会工程学有联系，但关系不大。本人才疏学浅，如有意见，请留言讨论。什么是社会工程学攻击？它就是通过与他人的合法交流，使其心理受到影响，做出某些动作或是透露一些机密信息的方式，从而达到收集信息、行骗和入侵计算机系统的目的。说人话就是一种诈骗或欺诈伎俩。它利用了人的弱点，比如人的本能反应、同情心、好奇心、信任、贪便宜、胆怯、无知等弱点进行欺骗。现实中运用社会工程学的犯罪很多，短信诈骗如诈骗银行信用卡号码，电话诈骗如以知名人士的名义推销诈骗等等。那么黑客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攻击方式？首先，出乎你们的意料，是因为他不需要高深的技术手段。然后，现有的技术手段呢，只能部分防止社会工程学攻击，它主要还是依赖人本身去抵抗这种攻击。但是人的因素呢，是 IT 安全领域中最薄弱的一环。比如，很多人没有受过全面的安全培训，缺乏安全意识。就算你是受了培训，你对新的攻击手段没有防备，或者你总有疏于防范的时候。一个公司里面有大量的工作人员来来去去，很难保证每个人都对攻击免疫。那么黑客呢，一般无法拥有政府或行业巨头的计算资源。社会工程学攻击对他们而言呢，是一种费效比极高的攻击方式。很多成功的攻击几乎都是利用了这种攻击方式实施最初的攻击，并获得了成功，然后再以此为切入点，撕裂其他被严密监控的系统。这一次的 LastPass 泄密事件，根据他们公布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猜测，黑客先是入侵了某个开发人员的账号。这种方式，这种入侵通常可以通过社会工程学攻击来实现，比如钓鱼邮件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排除其他方式。然后利用这个开发人员的权限入侵其他系统，或者以他的设备作为基点入侵其他员工的账号或者设备。那么这种攻击主要有哪些手段或者伎俩呢？最著名的一种就是钓鱼式攻击。大多数的钓鱼攻击都是伪装成银行、学校、软件公司、政府安全机构等等可信的服务提供者，比如 FBI 或某某银行、微软或谷歌。第二，提供虚假服务，他号称提供某些服务很有用，或者是提供了一点，然后呢，诱骗你安装恶意程序，然后在后台疯狂的窃取你的私密信息。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利用人性的弱点，直接威吓，或者利用你的善良和同情心，利用你贪便宜，或者利用你的社会责任感、成就感。他们通常以政府、行政、司法、执法部门的名义进行，或者是以黑社会暴力团体名义进行，或者以慈善的名义进行，或者说挟持了人质、物品或者你的重要数据等等。那么这些伎俩是通过哪些渠道散播的呢？最常见的我们有邮件，包括电子邮件和纸质邮件；我们有短信或者是电话。现在很多自动电话很成熟这种技术，所以很多电话都是自动拨打、语音播告。还有各种宣传品，还有通过网站。网站上面呢又有以下几种方式。第一个，现在不常见，但是有可能会中招的，就是利用打字错误。当你输入一个网站地址的时候，某个字母错了，然后指向一个恶意网站，
有黑客往往是故意这么注册，利用人的打字错误，故意注册一个域名，然后指向他的恶意网站。一旦你在那边误认为是他的网站以后，因为你信任他嘛，你就会登录啊，或者是注册啊，提供私密信息，他就知道了。第二个是利用恶意网络广告，大部分网站对广告商的审核是非常薄弱的，然后跳转到恶意网站上去。还有一个就是利用网站和浏览器漏洞发布含有恶意代码的内容，可以是文字、图片、多媒体和恶意的浏览器代码。那么我们个人，我这里强调一下是个人，怎么来防范这些手段呢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基本的安全意识和习惯，保持警惕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确认并解决。最重要，要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。还有一些好的习惯，比如如果系统提供了，那么每次登录系统以后，检查上次登录时间。如果系统有其他的加强安全手段，比如 MFA 就激活，然后总是使用高强度的密码。然后平时浏览网上的时候，对那些标题噱头唬人的文章、广告总是抱以怀疑的态度，不要轻易点入，或者你看了以后，不要轻易相信里面的内容，去按照它的内容指示去做。还要牢记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，不要对来路不明的任何诱惑动心。即使是你的朋友圈传来的东西，你的朋友可信不等于他传递的内容可信。对自称代表银行、政府、邮局、快递公司等等，并提供可疑服务的人，统统拒绝。如果他主动找上门来，你应该，如果你真的是怀疑自己有这样需要这样的服务，或者是最近和你需要的服务相吻合，那么你应该直接到相关公司部门网站，自己在网上找，千万不要用他们提供的方式来确认。总的原则就是你找他通过公开渠道的信息，而不是他找你。不要对任何从未打过交道的人，或者打过交道但明显不是他该知道的人，告诉你自己的敏感信息。有一种情况，现在在 LinkedIn 上就很流行，有一个美女或者帅小伙，通过LinkedIn 和你联系，然后一开始和你的讨论投你所好，聊工作聊什么，慢慢会推销一些东西。这种情况就是明显不应该他知道的，或者不应该他来做的事情，他要你去做，或者是他问你，一定要拒绝。不要去访问那些不知名的莫名其妙的网站，不要去安装那些奇奇怪怪的应用。不管你是通过邮件获得的安装包或下载链接，或者是声称提供服务的人陌生人士让你安装，或者其他非正常途径，应该尽量从大的应用商店安装高评价的应用。很难千日防贼，还是安装一个工具比较好。虽然这些工具也比较垃圾，经常误伤，但对付普通的社会工程学攻击还是有效的，起码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。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，防范手段。谢谢。